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畸形年代，所有人都认为阶级是永远无法跨越的天堑。士族们喝着最纯的酒，玩着最雅的文字游戏，嘲笑着那些出身卑微的将领是荒苍，是兵子。他们傲慢地认为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直到一个叫刘裕的人提着砍刀走了出来。这位出身草根、迈过草鞋的妓奴，用最暴力、最原始的方式告诉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你们的家谱救不了你们的命。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本质上是一场长达400年的豪赌。一方是手握资源、血统高贵的士大夫，另一方是满怀仇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头。这场权力的博弈是如何崩塌的？门阀政治又是如何一步步把中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今天我们深度拆解。刚才我们聊到了那个荒诞的开头，但这背后支撑这种荒诞的，其实是一套冷酷到让人骨髓发冷的社会逻辑。我们要聊魏晋南北朝，要聊刘裕的砍刀，就必须先搞清楚这把刀到底是要砍向什么。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像幽灵一样笼罩在所有华夏儿女头顶的诅咒，它有一个听起来中规中矩，实则杀人不见血的名字，叫做九品中正制。你可能在历史课本上听过这个词，觉得它不过是一种古代的选官制度，但我告诉你，在那个时代，这5个字就是天命，就是枷锁，就是区分神与畜生的唯一标准。想象一下，你出生在公元3世纪或4世纪的一个普通农家，你勤奋好学，你力大无穷，你对这个国家满腔热血，你觉得自己只要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但在魏晋，对不起，从你落地的第一声啼哭开始，你的天花板就已经被焊死了。那时候有一种专门负责评定人才的官员，叫做中正官。这些人的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他们不需要看你的策论写得好不好，也不需要看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敌人，他们只需要打开你家的族谱，看看你的爷爷是谁，你的太爷爷又是谁。如果你的祖上3代没有出过高官显贵，哪怕你是孔子转世，韩信再生，中正官给你的评价也只会是下品。而在那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铁律下，下品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这辈子最高也就能当个看大门的属吏，意味着你永远无法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层，意味着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注定只能在这个社会的泥潭里绝望的打滚。这种由于血统带来的阶级固化，在魏晋时期演变成了一种近乎变态的优越感。那些被称为门阀士族的顶级家族，比如琅琊王氏、陈俊谢氏，他们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看来，血统的高贵是刻在骨子里、留在血液里的，是可以通过基因遗传的。这种傲慢到了什么地步？士族与庶族，也就是寒门之间是不通婚的，甚至连坐在一起吃顿饭、说句话都被视为一种耻辱。史书上记载过很多这种让人血压飙升的桥段。某个寒门将领立下了不世之功，满心欢喜的想去拜访某位士族名士，结果人家连门都不让他进，甚至在他走后，还要让人把他站过的地方铲掉3寸土，仿佛那空气中都带着一种卑贱的瘟疫。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贫富差距了，这是一种全方位的人格降维打击。士族子弟们生下来就锦衣玉食，他们不需要奋斗，不需要学习治理国家，他们只需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涂着厚厚的脂粉，穿着宽大的袍子，在清谈会上聊一些虚无缥缈的玄学，聊什么无和有，聊什么天人之际。这种病态的审美和生活方式，在当时被推崇为名士风流。但你拨开那层华丽的皮毛往里看，里面全是社会的腐肉。当这些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人
整天只想着如何把药丸、五蛋散吃得更舒坦，如何把珊瑚树砸得更响亮时，这个国家的根基其实已经烂透了。这种血统诅咒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切断了一个社会正常的流动性。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像是一潭活水，底层的人可以通过努力向上攀爬，高层的人如果不思进取就会跌落。但在门阀时代，这潭水被彻底抽干了，变成了一块僵硬的冻土。顶级士族们垄断了土地，垄断了教育资源，更垄断了通往朝堂的所有路径。那些所谓的高门，他们不需要有才华，因为他们的姓氏就是最好的敲门砖。一个10几岁的士族少年，可能还没断奶，就能被评为2品，直接进入秘书省这种核心部门见习。而一个白发苍苍的寒门老吏，即便处理了一辈子的政务，精通法律和税收，最后也只能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对着这些乳臭未干的世家子弟卑躬屈膝。这种极度的不公，在民间积攒了厚厚的怨气，就像是一座死寂的火山，表面上看平静无波，实则地壳之下岩浆奔涌。士族们觉得自己是神，觉得这种秩序会千秋万代的延续下去。他们嘲笑那些在田间耕作的农夫，嘲笑那些在边境流血的士兵，称呼他们为兵子、荒仓。他们忘记了，所有的繁华都是建立在这些他们看不起的下等人的脊梁上的。这种血统的傲慢让士族逐渐退化，他们变得弱不禁风，甚至连路都走不动，出门要人抬，上马要人扶。他们空有一副高贵的皮囊，却早已失去了先祖创业时的勇武和智慧。你可能会问，皇帝难道不管吗？在那个时代，皇帝自己往往就是最大的门阀，或者说是被门阀推举出来的代言人。如果皇帝想要削弱士族，士族随时可以联手让他消失。这种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本质上就是门阀政治对皇权的彻底架空。权力的天平已经完全倾斜到了那几个屈指可数的大家族手中。在这种极致的压抑下，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当一个人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失败，当努力变得毫无意义，这个时代就开始滑向疯狂。人们不再相信规则，因为规则本身就是为了剥削他们而制定的。人们不再期待公正，因为公正从未在阳光下出现过。这种血统的枷锁不仅锁住了寒门的上升路径，也锁死了整个民族的进取心。当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再以治国安邦为己任，而是以血统纯正为荣耀，以清谈废物为清高时，整个文明其实已经步入了黄昏。那种血统带来的诅咒，就像一道看不见的围墙，把中国撕裂成了2个世界，一个是云端之上的神国，那里金迷纸醉，不知人间疾苦；一个是泥淖之中的地狱，那里哀鸿遍野，白骨露于野。而我们的主角刘裕，此时正站在那个地狱的最底层。他看着那些高高在上的云端客，感受着脚下冰冷的泥土，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里，一种名为愤怒的力量正在疯狂滋长。这种诅咒给了士族几百年的荣华富贵，却也为他们准备好了一场最惨烈的葬礼。因为当血统不再能作为保护伞，当那种虚伪的礼教被现实的暴力撞碎时，这些平日里自诩为神的名士们将会发现，在砍刀面前，高贵的族谱连一张擦汗的草纸都不如。这种阶级的极端分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所有底色。如果你不能理解这种血统诅咒带来的绝望和压抑，你就无法理解后来刘裕那种近乎毁灭性的暴力美学。那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那是一个被羞辱、被践踏了数百年的阶层，在沉默中爆发出的最凄厉的呐喊。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关于这群被诅咒的人，如何追随一个卖草鞋的疯子，去把那个自诩高贵的世界彻底撕碎。
我们要讲的第一个转折点，不是在朝堂之上，而是在那个被称为皇权的提线木偶的深宫里。当门阀们觉得连皇帝都能随意玩弄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权力的过度膨胀正在亲手给他们挖掘坟墓。那些被他们视为装饰品的傀儡们，已经在阴影中投向了那些最危险也最原始的力量。刚才我们聊到了那个像枷锁一样的血统诅咒，在那套规则下，出身决定了一切。但你可能会想，这天下终归是姓司马的，皇帝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这帮门阀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哎，这就是这个时代最滑稽也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在魏晋南北朝，尤其是在东晋那100来年的时间里，皇帝这2个字听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就是门阀大佬们摆在神龛上的一尊泥菩萨。这尊菩萨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给那些大家族分赃的行为盖个章，证明他们的贪婪是合法的，他们的霸道是皇恩浩荡的。你以为皇帝是下棋的人？不，他连棋子都算不上，他顶多就是那块被无数双脏手摸得发黑的棋盘。这种权力的极度畸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叫做王与马，共天下。这可不是什么并肩作战的佳话，而是一句赤裸裸的羞辱。当年的晋元帝司马睿能在建康坐稳龙椅，全靠琅琊王氏的王导和王敦哥俩一手遮天。登基那天，司马睿竟然拉着王导的手，非要让人家跟他并排坐在龙椅上受百官朝拜。王导虽然嘴上推辞，说这不合礼法，但那个画面已经向全天下宣告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江山，司马家出名号，王家出本钱。从此以后，东晋的政治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门阀们就像轮流坐庄的庄家，今天王家倒了，明天禹家上，后天还家起，最后谢家收底。至于龙椅上坐的是谁，那是8岁的小孩还是40岁的中年人，根本没人关心。门阀们选皇帝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听话。如果这个傀儡不听话，想搞点什么皇权振兴的戏码，那对不起，门阀大佬们有100种方法让你暴毙或者禅位。这种皇权的极度卑微，导致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政治景观。在别的朝代，皇帝要杀大臣，那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在魏晋，门阀要是看皇帝不顺眼，那是臣叫君滚，君不得不滚。这种权力的倒置，让整个朝廷的威信降到了冰点。士族们在自己的封地里有私人武装，有逃避税收的庄园，有成千上万的依附农民，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而所谓的中央政府，连收个税都要看这几家大户的脸色。在这种环境下，皇帝不再是国家的象征，而成了门阀之间利益博弈的润滑剂。当门阀们因为分赃不均打起来的时候，皇帝就出来劝个架；当门阀们达成一致要去压榨百姓时，皇帝就负责发个诏书。这种极致的无能感，让司马家的皇帝们大多活得郁郁寡欢，要么沉溺于酒色逃避现实，要么干脆遁入空门去寻求解脱。但你千万别以为门阀们是因为爱护皇帝才留着这块招牌，他们留着皇权，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挡箭牌，需要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窗口。所有的烂账，所有的天灾人祸，最后名义上都是皇帝的失德，而士族们则躲在名士风流的羽翼下，继续他们的清谈和雅集。这种极度虚伪的政治生态，让当时的社会逻辑彻底崩坏。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变成了一场巨大的行为艺术，所有的官员在朝堂上说的都是废话，所有的诏令出的都是废纸。门阀们在乎的是自家的家谱能不能再添一个高官，自家的庄园能不能再扩1里地。至于国家的边防、民族的存亡，
在那些挥舞着羽扇的名士眼里，都抵不上王羲之的一帖字，或者谢安的一盘棋。这种皇权的卑微，到了桓温时代，几乎达到了顶峰。这位不可一世的枭雄，曾经指着皇帝的鼻子问：这天下到底是司马家的，还是我桓家的？他3次北伐，与其说是为了收复失地，不如说是为了积累篡位的资本。他在朝堂上飞扬跋扈，废立皇帝如同儿戏。那个时候的皇帝司马懿被桓温污蔑为阳痿，甚至污蔑后宫的皇子不是亲生的。这种极尽羞辱的手段，就是为了在道德和生理上彻底摧毁皇室的尊严。当一个皇帝连最基本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都被权臣随意践踏时，这个王朝的合法性其实已经彻底归零了。这种皇权丧失带来的后果是毁灭性的，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整个南渡之后的政权始终处于一种内耗的狂欢中。士族们虽然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但他们骨子里是自私的，他们没有那种为万世开太平的格局。他们所谓的守疆必守淮，本质上是守护自家的祖产，而不是守护华夏的衣冠。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让整个政权在面对北方的威胁时，始终显得软弱无力。偶尔出现一个想北伐、想收复中原的人，往往还没等打到黄河边，后方的门阀大佬就开始扯后腿，生怕有人立了军功，打破了现有的利益平衡。这种宁可亡国也不愿放权的心态，把整个东晋带进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泥潭。就在这种皇权极度凋零、门阀极度狂妄的背景下，一种更加危险的情绪开始在社会底层蔓延。门阀们把皇帝当成玩偶，把法律当成儿戏，把人民当成草芥。他们以为这种建立在血统和偏见之上的统治可以万世永昌，却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最终说话的不是家谱，而是实力。当这些所谓的高门子弟连刀都提不动，马都上不去的时候，他们手中的权杖其实已经变成了一根朽木。他们还在健康的秦淮河畔咏叹花月，还在为谁的族谱更纯净争得面子红赤，却完全没有察觉到，在那些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泥土里，在那群被他们称为兵子的寒门军头眼中，杀机已经如同野火般悄然燃起。这种极度的权力空虚，客观上为后来刘裕的崛起腾出了空间。如果皇权强大，刘裕这种出身的人很难有出头之日；如果门阀真的精诚团结，刘裕这种草根英雄也掀不起风浪。正是因为皇权烂透了，门阀也烂透了，整个政治结构变成了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刘裕才有机会用他那把最朴素也最锋利的砍刀，从这个空壳的最薄弱处狠狠地捅了进去。这一捅不仅是捅碎了一个司马家的王朝，更是捅碎了一个延续100年的氏族神话。所以，当我们看到司马家的皇帝在门阀的阴影下瑟瑟发抖时，我们要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没落，那其实是整个旧秩序崩塌的前兆。当一个社会最高的荣誉只剩下血统，最高的权力只剩下分赃，这个社会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那些在风中摇摇欲坠的傀儡皇帝，其实就是这个荒诞时代的缩影。他们空有高贵的虚名，却在现实的暴力面前毫无还手之力。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那股被压抑到了极致，最终冲破闸门而出的原始力量。这股力量，它不讲礼法，不讲玄学，它只讲胜负，只讲生死。它将从一个最不起眼的泥潭里爬出来，抖掉身上的泥浆，然后一步步走上那个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祭坛。这个人的名字叫刘裕。此时的他还是那个被人瞧不起的赌徒，那个流落街头的妓奴。他看着那些高高在上的豪门车轿从面前扬长而去，溅了他满身的泥水。
那一刻，他心里想的可能不是如何报效朝廷，而是如何在这该死的世道里活下去，然后把那些坐在车里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拽进他所在的泥潭。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位寒门狼王是如何在最卑微的角落里找到了属于他的第一枚筹码。刚才我们看尽了皇宫里的荒唐和士族家的虚伪，但那终究是云端上的戏码。如果你把镜头往下移，穿过那些涂脂抹粉的名士，穿过那些装饰华丽的车轿，你会看到在这个时代的脊梁骨上趴着一群被诅咒、被遗忘却又在悄悄磨牙的狼。而这群狼的首领此时正蹲在京口的一处破产赌档外，手里紧紧攥着几个掉漆的筹码，眼神里全是那种亡命徒特有的狠戾。这个人的名字叫刘裕，小名季奴。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卑微，像是一个随时可以被主人抛弃的家奴。事实上，他出生的那一刻，命运确实想直接把他掐死。他亲妈早逝，家里穷得连口奶粉钱都没有。他亲爹刘翘看着这个刚落地的婴儿，长叹一声，甚至动了要把他扔掉的念头。要不是隔壁的一位大婶看不过去，伸手拉了一把，分了他几口奶水，中国历史上那个最硬核的武帝，可能就直接夭折在襁褓里了。刘裕的青少年时代没有半点名士风流的影子，他不去清谈玄学，也写不出优美的骈文。他的课堂是京口的街头巷尾，他的课本是怎么在饥饿中活下去。他砍过柴，种过地，卖过草鞋，甚至因为生计所迫，成了一个混迹于赌场的老油条。当时的士族们如果路过京口，看到这样一个浑身泥垢、满嘴粗话的青年，一定会掩着鼻子快步走开，骂一句荒陈兵子。但他们不知道，正是这种底层的毒打锻造了刘裕那种如钢铁般坚韧的神经。在赌场里，他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在绝境中豪赌，更学会了什么叫胜者为王。他曾经因为欠了豪强刁魁的钱，被人家捆在大树上羞辱，甚至差点丢了性命。那种被冰冷的绳索勒进肉里的痛，那种被高门子弟像看畜生一样嘲笑的耻辱，像炭火一样烙在他的心上。这种仇恨不是那种小家子气的抱怨，而是一种对整个不公世界的极度渴望。既然这个世界不给我活路，那我就亲自去把这个世界给拆了。刘裕这种人是那个时代最不稳定的化学因素。他身上流着所谓的汉室宗亲的血，那是汉高祖刘邦弟弟刘交的后裔，但在门阀政治的逻辑里，这种陈年旧账的血统连个屁都不算。你是刘邦的后代，哪怕你是刘邦本人复活，只要你手里没地，家里没矿，族谱没进前10，你就是个庶民。这种巨大的身份落差，先祖曾经拥有天下，子孙却在街头卖草鞋，给了刘裕一种近乎疯狂的动力。他不是在努力生活，他是在潜伏，在等待一个能让他把桌子掀翻的机会。当时的京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那里聚集了大量的流民和退伍老兵，这群人性格剽悍，不受礼法约束，是门阀士族最看不起也最畏惧的力量。刘裕在这些人中间就像一颗磁铁，他虽然穷，但他豪爽，他敢拼命，他有一种天生的领袖气质。那些同样被阶级天花板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寒门子弟，看到刘裕，就仿佛看到了自己心中那个不敢呐喊出来的影子。他们在一起喝酒，在一起打架，在一起聊着那些遥不可及的建功立业。刘裕明白，靠读书，靠清谈，他这辈子连士族家的看门狗都当不上。他唯一的出路就在那滚滚长江的另一头，在那永无止境的战争里。你要理解刘裕，就必须理解他那种嫉奴的心理。他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孩子，所以他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士族要讲面子，要讲优雅，
要讲祖宗规矩，刘裕不需要，他只要胜利。他在泥潭里翻滚的时候，学会了最实用的生存法则：谁敢拦我，我就杀谁。这种原始的暴力冲动，在和平年代是社会的毒瘤，但在那个即将崩塌的末世，它就是最耀眼的火种。当时的东晋朝廷，虽然表面上还在维持着那点可怜的体面，但内部的腐烂已经让地基开始摇晃。孙恩的起义像一场瘟疫，席卷了富庶的江南。那些只会摇羽扇的名士们，在愤怒的农民起义军面前，表现的就像受惊的小鸡。这时候，他们终于想起了那些被他们称为兵子的寒门将领。刘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进了军队。他加入的是当时名震天下的北府兵。这支部队原本是谢家为了保卫地盘而组建的，士兵大多是像刘裕这样有一股子蛮劲，且对北方胡人有着深仇大恨的流民。在北府兵里，刘裕找到了属于他的图腾。他不再是那个欠债被绑在树上的赌徒，他成了一个提着横刀、身先士卒的杀神。史书上描写刘裕打仗，往往只有2个字：无敌。他不是那种躲在中军帐里运筹帷幄的统帅，他喜欢冲在最前面。有一次打孙恩的起义军，刘裕带着几十个人去侦察，结果撞上了几千个敌人。换做别人，早就撒丫子跑了。刘裕不，他提着刀就冲进去了。那种疯狂劲，把几千个敌人都给吓傻了。当援军赶到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刘裕一个人提着血淋淋的长刀，追着几千人在山坡上跑。这种战神般的表现，让他在军中的威望迅速飙升。那些同样出身卑微的士兵们，从刘裕身上看到了跨越阶级的可能。他们觉得跟着这个卖草鞋的大哥，不仅能吃饱饭，还能把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刘裕也敏锐地感觉到了这种力量，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培养自己的班底。他用那种最质朴也最过命的兄弟情谊，把北府兵的核心力量凝聚在自己身边。他明白，这些手里拿着刀、眼里冒着光的汉子，才是他这辈子翻盘的真正筹码。但此时的刘裕，在那些顶级的门阀大佬眼里，依然不过是一把好用的刀而已。谢安、谢玄这些高瞻远瞩的士族领袖，虽然给了北府兵成长的空间，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刘裕这种人永远只能是保家卫国的工具，绝不可能成为共享江山的同伴。他们给刘裕官职，给刘裕赏赐，却绝不会给刘裕真正的尊重。在士族的酒宴上，刘裕依然是那个坐在角落里不懂规矩，连筷子都拿不稳的粗人。这种骨子里的傲慢，成了士族们最致命的盲点。他们以为自己能掌控这把刀，却没发现这把刀已经沾满了鲜血，而且他的锋芒已经悄悄转向了那些握刀的人。刘裕在泥潭里仰望星空，但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烂漫星光，而是一个血色的未来。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强者才配谈论规则。他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能让这些自诩高贵的门阀们互相残杀，最后不得不求助于他这把烂泥里的刀的机会。他像一头蛰伏在草丛里的孤狼，耐心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磨砺自己的爪牙。他不再去赌场博弈，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把整个天下当成他的赌注。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在京口的漫长黑夜里，刘裕独自坐在江边，看着对岸那片灯火辉煌却又死气沉沉的健康城。那里住着这个国家最显贵的人，那里藏着这个国家最沉重的枷锁。他摸了摸怀里那双还没卖出去的草鞋，又摸了摸腰间那把已经有了缺口的横刀。他在心里冷笑，那些坐在高堂之上谈论着虚无玄学的大人物们，你们大概永远也想不到，终结你们那个迷梦的人，竟然会是这个连奶都喝不上的妓奴。
这种底层力量的集结，是门阀时代崩塌的前奏。刘裕的登场，象征着一种全新的逻辑开始介入历史，不再是血统决定胜负，而是力量决定生死。这个从泥潭里爬出来的男人，已经准备好用最野蛮的方式去冲击那个最文明的假象，而他手中的第一枚筹码，就是那只让他如鱼得水的北府兵。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头泥潭里的狼，如何带着他的狼群，在权力纷争的血腥气中，一步步撕碎那些名士们的羽扇纶巾。妓奴刘裕这个名字注定要让所有的士族在梦中惊醒。他手中的筹码已经压上了赌桌，而那些还在优雅轻谈的名士们，还没意识到这场豪赌的代价，竟然是他们的整个人生。那么，这支被称为寒门希望的北府兵，到底是如何在刘裕手中变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魔军的呢？他是如何从士族的家奴变身成为终结门阀的送葬者的？刚才我们说到了刘裕这个从泥潭里爬出来的孤狼，他有狠劲，有野心，也有那种对不公世界的满腔怒火。但你要知道，在那个讲究血统和资源的门阀时代，光有一肚子火是没用的，你得有柴火，你得有能把那帮名士大夫烧成灰烬的滔天巨浪。对于刘裕来说，这股巨浪有一个响彻历史的名字，叫做北府兵。你可能在很多地摊史学或者武侠小说里听过这个名字，觉得它就是一支普通的精锐部队。但我告诉你，北府兵在当时的意义远不只是一支军队那么简单，它是那个病态社会里唯一的一道裂缝，是无数像刘裕这样被阶级天花板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寒门子弟手里握着的唯一一张翻盘的底牌。你要理解北府兵，就得先看看它的成分。这支部队不是那些坐在健康城里涂着脂粉的公子哥组建的，他的兵员绝大多数是来自北方的流民，那些在五胡乱华中失去了家园、失去了亲人，一路南逃到京口的难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门阀那种虚伪的礼教，他们心里只有血海深仇。他们是一群失去了过去，所以对未来极度渴望的亡命徒。谢家当时的领袖谢安和谢玄确实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他们意识到指望那些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去打仗简直是痴人说梦，于是他们投下了重金，在京口这片充满了戾气和勇武的土地上，把这群流民武装了起来。最初这只是士族为了保卫自家庄园、维系脆弱皇权而雇佣的一群看门狗。在谢玄眼里，北府兵是工具，但在刘裕眼里，这是他通往神坛的唯一台阶。刘裕进入北府兵，就像是一滴水回到了大海，或者说像是一头狼回到了他的狼群。在那些士族军官面前，士兵们是沉默的、顺从的，甚至是带着一丝恐惧的，但在刘裕面前，他们是沸腾的，因为刘裕跟他们一样，也是那个被诅咒的阶层的一员。他懂他们的愤怒，懂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更懂他们那种被士族轻蔑为兵子的屈辱。刘裕在军中不仅是一个冲锋陷阵的猛将，他更像是一个精神领袖。他不像那些士族将领，打仗时躲在后面摇羽扇，吃饭时要讲究排场。刘裕是跟士兵们蹲在一个锅里抢食，睡在一个帐篷里打鼾。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草莽义气，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具有一种原子弹爆炸般的凝聚力。当时的北府兵在刘裕的打磨下，逐渐脱离了谢家最初设定的雇佣军属性，演变成了一支带有强烈寒门色彩的私人武装。虽然名义上他还是大晋的军队，还是听命于健康的调遣，但只有刘裕知道，这支部队的灵魂已经悄悄易主了。刘裕在军中推行的是一套非常简单的逻辑，战功决定一切。在这里，你不必姓王或者姓谢，只要你杀敌够狠，只要你敢跟着我冲进敌阵，你就能得到赏赐，
就能得到晋升。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那个看脸看爹的魏晋时代，简直就是离经叛道的一端。它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全天下最有血性、最不甘平凡的寒门人才向刘裕靠拢。这就是刘裕手中最硬的一枚筹码，因为他明白，士族们虽然掌握了舆论，掌握了土地，掌握了那套虚伪的文化解释权，但他们唯一没有掌握的，就是最原始的暴力。那些名士们轻谈玄学时手里的羽扇，在北府兵那带着倒钩的长槊面前，软弱的像一张废纸。北府兵的战斗力之所以恐怖，是因为他们没有退路。往北是凶残的胡人政权，往南是看不起他们的门阀大佬。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紧紧跟在刘裕身后，把挡在面前的一切阻碍全部踏碎。刘裕给这支军队注入了一种名为渴望的毒药，让他们对胜利有着近乎变态的执着。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军队的供给是掌握在士族手中的。士族们一方面依赖北府兵去抵御外敌，另一方面又极度提防这支部队。他们想把北府兵当成听话的猎犬，想起来了给块骨头，想不起来了就关在笼子里。但刘裕不是谢玄，他没那么多顾忌。他在军中开始建立一套属于寒门的利益共同体。他利用北府兵在战争中掠夺的资源，甚至是一些灰色地带的交易，去改善士兵的生活，去收买那些同样出身底层的中下级军官。慢慢的，北府兵内部形成了一个以刘裕为核心的小圈子。这些人对刘裕的忠诚，远超过对那个远在健康的木偶皇帝，更远超过那些只会指手画脚的门阀大佬。这种筹码的独特性在于它的不可复制性。别的门阀也想学着组建私人武装，但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放不下身段，他们无法真正走进士兵的内心，他们给出的只有钱，而刘裕给出的是尊严和未来的许诺。刘裕在北府兵里不仅是一个长官，他是他们的大哥，是他们的希望，更是他们打破阶级枷锁的唯一指望。这种基于阶级认同的军魂，让北府兵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时，依然能够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北府兵虽然立下了头功，但那还是在谢家的羽翼下。而到了后来刘裕执掌时期，这支部队才真正露出了獠牙，它不再是保卫谁的盾，它成了刘裕要劈开这黑暗时代的斧头。在这里想多说一句，为什么刘裕一定要抓住北府兵不放？因为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在魏晋这种极度固化的社会，任何温和的改革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你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门阀是考官；你想通过法律限制土地兼并，门阀是法官；你想通过皇权压制豪强，皇帝是门阀的玩偶。在这个所有规则都被权贵垄断的牌局里，你要想赢，唯一的办法就是掀桌子。而北府兵就是那双有力的大手。刘裕每天在军营里磨刀，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他就是在积蓄那股掀桌子的力量。他看着那些高高在上的名士，看着那些掌握着笔杆子的文人，他心里很清楚，你们有笔，我有刀；你们有族谱，我有兄弟。这种寒门的崛起是门阀政治无法回避的宿命。当你把一个群体逼到死角，剥夺了他们所有的上升通道，却又不得不把最锋利的武器交给他们去保护你时，你的末日就已经注定了。北府兵在刘裕手中逐渐完成了一种从工具到主人的自我觉醒。他们开始意识到，凭什么我们在边疆流血牺牲，那些在后方轻谈的废物却能享受一切？凭什么我们要给那些连马都跨不上的公子哥下跪？这种不满在刘裕的引导下，变成了一种有序的、极具爆发力的政治诉求。刘裕并没有急着动手，他在等，
等一个能让北府兵名正言顺进入建康，等一个能让这些兵子彻底清洗朝堂的机会。在那段蛰伏的日子里，刘裕在军营里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听着江水的怒吼，看着身边那些沉睡的士兵，他们稚嫩却又饱经沧桑的脸上写满了对这个世界的不甘。刘裕知道，他手里的这枚筹码已经压得太久了，压得几乎要爆炸了。只要他的一声令下，这支由流民、赌徒、寒门子弟组成的钢铁洪流就会像岩浆一样席卷整个江南，把那些精致的园林、那些腐臭的豪宅统统化为灰烬。这就是北府兵，它不仅仅是一支军队，它是寒门阶级在那段黑暗岁月里发出的最后一声怒吼。它是刘裕手中唯一可以跟百年世家叫板的资本。当士族们还在讨论哪家的女婿更风雅，哪家的书帖更有神韵时，这股来自底层的原始暴力已经悄然完成了集结。他在等待那个信号，等待那个让刘裕从妓奴变成杀神的信号。而当这个信号响起的时候，整个东晋的历史，甚至整个华夏的命运，都将在这群寒门兵子的脚下发生天翻地覆的偏转。北府兵已经准备好了，刘裕的刀也已经磨亮了，但这股力量在真正冲向巅峰之前，还需要一场火的洗礼。而这场火很快就会由那些狂妄自大的门阀们亲手点燃。他们以为自己可以玩弄权力，却不知道他们正在玩弄的是足以毁灭他们所有人的死神。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支寒门的唯一筹码是如何在乱世的血雨腥风中开启他的第一次真正的清洗。刚才咱们聊到了刘裕手里那张唯一的底牌，北府兵，那是寒门子弟在绝望中磨出的最快的刀。但你要知道，刀磨得再快，如果没有见血，它终究只是一块废铁。在那个阶级森严的时代，刘裕这种妓奴出身的粗人，想要在那些把家谱当成护身符的世家大族面前挺起腰杆，光靠在军营里操练是不够的。他需要一场火，一场足以把旧秩序烧成灰烬的大火。他需要一个乱世，一个让那些养尊处优的名士们发现，他们的羽扇不仅挡不住利剑，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的乱世。而这个乱世，就在公元4世纪末的那个深秋，由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士族叛徒桓玄亲手拉开了大幕。这个桓玄可不是一般人，他是大名鼎鼎的枭雄桓温的儿子，是那种生下来就含着金钥匙、家族势力盘根错节的顶级门阀。在他眼里，司马家的皇帝不过是个摆设，而像刘裕这样的北府兵将领，顶多就是他篡位路上的一群高级家奴。桓玄仗着手中的荆州劲旅，一路东下，兵不血刃地杀进建康，逼着傀儡皇帝禅位。那一刻，门阀政治似乎走到了它的终极形态，最强的门阀直接取代了名义上的皇帝。但桓玄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太傲慢了。他以为控制了朝廷，控制了名士们的嘴，就控制了天下。他看不起那些在泥潭里摸爬滚打的北府将，他觉得只要给点甜头，或者是施加一点压力，这帮兵子就会像过去100年里一样，乖乖的向血统低头。但他完全没意识到，坐在他面前那个沉默寡言，甚至有点卑躬屈膝的刘裕，心里的杀机已经沸腾到了什么程度。刘裕在等，他在等桓玄把事情做绝，在等所有的门阀都对这个篡位者感到恐惧和绝望。当桓玄开始大肆清洗北府兵的高层，试图把这支寒门的脊梁骨敲碎的时候，刘裕知道他的时代来了。这一场名为平叛实为洗牌的战争，就是刘裕暴力美学的初试炼。他在京口，那个他曾经卖过草鞋、欠过赌债的地方，仅仅带着100多个不要命的兄弟。对，你没听错，
就100多人，对着桓玄数万大军发起了近乎自杀式的反击。这种打法，在那些读圣贤书长大的名士看来，简直是疯了。但刘裕懂战争的本质，战争不是加减法，战争是胆略和意志的极限博弈。他提着那把已经有了缺口的横刀，冲在最前面，每一个动作都简练、凶狠，直取要害。他在泥潭里学会的生存法则，在这一刻爆发出了恐怖的力量。不讲礼法，不讲阵型，只讲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把敌人的喉咙割断。那种从底层爆发出来的、压抑了数十年的怒火，化作了战场上最原始的冲击力。桓玄的军队虽然华丽，虽然人多，但在刘裕这种不要命的疯子面前，竟然像纸糊的一样崩溃了。这就是暴力美学的精髓。当文明已经腐朽到连自保都做不到的时候，最野蛮的力量反而成了唯一的救赎。刘裕一路横扫，从京口杀到建康，从建康追到荆州。他不是在打仗，他是在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清理。他每攻下一座城池，杀掉的不只是叛军，更是那些试图阻挡他上升的旧势力。那些曾经在酒宴上嘲笑他，甚至把他捆在树上的豪强刁魁，此时跪在地上求饶。刘裕连眼皮都没抬，挥手就是一刀。这种冷酷是寒门对门阀最直接的回应。他用鲜血告诉全天下，在这乱世里，决定你命运的不再是你爷爷是谁，而是我手里的刀利不利。这场平定桓玄之乱的战争，是刘裕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让刘裕从一个中层军官一跃成为大晋的救世主，更重要的是，他完成了一次权力的实测。刘裕发现，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门阀大家，在面对真正的暴力时，表现得比最卑微的乞丐还要不堪。他们会为了活命献出家谱，会为了荣华出卖亲友。那一刻，刘裕内心的那个妓奴彻底死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穿了时代虚伪底牌的屠龙者。他发现，原来这100年的门阀神话，不过是一个由软弱和谎言编织的肥皂泡，只要你敢用力捅一下，它就会碎得无影无踪。在这次试炼中，刘裕不仅展现了个人武力的巅峰，更展现了他对北府兵绝对的掌控力。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寒门子弟，在这场血洗中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他们发现，跟着大哥冲锋，真的能换来官位，真的能让那些士族老爷们低头。这种利益的捆绑，让刘裕的意志成了这支军队唯一的信仰。他在战场上的每一个决定，无论多么冒险，都没有人质疑。这种纯粹的军事独裁雏形，在那个优柔寡断的名士时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他用最原始的暴力，强行终止了南朝那种拖泥带水的政治内耗。你要知道，当时的建康城在战火之后是一片狼藉，但刘裕进入建康时的姿态，却让所有的士族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他没有像过去的权臣那样，先去拜访王、谢等大家族寻求支持，也没有急着给自己加封什么华丽的头衔。他只是冷冷地坐在军营里，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名士们排着队来向他效忠。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一群待宰的羔羊。刘裕在这次试炼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时代，如果你想改变规则，你不能指望和他们谈，你只能打到他们怕。这种暴力美学的初试炼，给那个病态的社会打了一剂最猛的药。他彻底撕开了门阀政治最后的遮羞布。以前士族和皇帝之间还讲点面子，讲点禅让的体面，但在刘裕这里，所有的体面都被横刀砍碎了。他用一种极其高效、极其血腥的方式，告诉了所有人什么叫丛林法则。他在评判过程中表现出的那种对旧势力的毫不留情，其实是在为他未来的北伐和篡位做心理建设。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在赌场里博弈的小混混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在历史天平上用人头做砝码的赌神。为什么刘裕的崛起会显得如此不可阻挡？是因为他运气好遇到了桓玄吗？不，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干枯到了极点，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起滔天巨浪。刘裕就是那个纵火的人，而他的北府兵就是那股势不可挡的浪潮。这场内乱的平定，看似是拯救了司马家的江山，实则是刘裕在为司马家挖坑，在为门阀政治打造棺材。他在血泊中站稳了脚跟，也看清了前方的路。那些所谓的名士风流，在这一刻已经成了冢中枯骨，而这个卖草鞋出身的男人，正准备带着他那群满身泥垢的兄弟，去冲击更高、更遥远的目标，那个已经被胡人践踏了100年的北方。平定内乱，只是刘裕在自家院子里练练手。他很清楚，要在那个讲究资历的圈子里彻底封神，他需要更大的功勋，他需要去做一件连那些顶级门阀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要带着这群寒门子弟，跨过淮河，跨过黄河，去和北方那些如狼似虎的胡人铁骑硬碰硬。他要用整个中原的疆土来换取他登上皇位的阶梯。这场关于暴力美学的试炼，即将进入最壮阔也最疯狂的篇章——北伐。那么，这个被称为大汉和武器的男人，在面对北方胡人的重甲骑兵时，又是如何祭出他那震惊中外的雀跃阵的呢？刚才咱们聊到了刘裕在南方的血色试炼，他用桓玄的人头祭了旗，用满地的门阀碎骨垫了脚。如果刘裕的故事止步于此，他充其量也就是个加强版的桓温，或者是个走运的军阀。在那个极其讲究大义和门第的时代，一个卖草鞋的妓奴想要名正言顺地坐上那把龙椅，他缺一样东西，一样能让全天下读书人闭嘴，能让所有世家大族低头的盖世功勋。这就是北伐。你要知道，自打一关南渡以来，那帮坐在秦淮河边喝着小酒、吹着牛皮的名士们，天天喊着要收复中原，可结果呢？除了祖逖那几次孤臣孽子般的呐喊，剩下的全是嘴炮。他们怕北方的胡人骑兵，怕到了骨子里，在他们眼里，黄河以北那是人间炼狱，是根本不可触及的神话。但刘裕不信这个邪，他要用他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去把那个碎掉了100年的中国，硬生生的给拼回来。公元409年，刘裕正式开启了他的战神模式。他第一个盯上的就是南燕。南燕的慕容超，那是鲜卑族里出了名的狠角色，手里握着天下无双的鲜卑铁骑。在当时的军事逻辑里，南方的步兵碰上北方的重甲骑兵，基本就是送菜。但刘裕给这帮北方爷们上了一课，什么叫降维打击。他带着北府兵一路北上，直接插向临朐。慕容超当时还笑呢，说刘裕不懂兵法，放着险要关隘不守，竟然敢深入腹地。可当刘裕的北府兵真正出现在地平线上时，南燕的骑兵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人，而是一群沉默的平推过来的钢铁怪物。刘裕那种不计代价、不讲套路的打法，让习惯了迂回包抄的鲜卑骑兵彻底懵了。临朐一战，刘裕身先士卒，砍得漫山遍野全是鲜卑人的尸体，南燕就这么被他一记重锤直接砸进了历史的尘埃。但这仅仅是个热身。刘裕真正让后世军事家膜拜，让北方政权感到绝望的神迹，是在第2次北伐。这一次，他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后勤，以及那个时代最无解的机动力量——北魏拓跋氏的长孙嵩带来的几万精锐铁骑。当刘裕的船队沿着黄河溯流而上时，北魏的骑兵就在岸边跟着，你停我也停，你走我也走，就像一群饿狼盯着一块肥肉，只要你敢上岸，我就用铁骑把你踩成肉泥。
在这种极度压抑的对峙下，刘裕祭出了中国战争史上最天才也最疯狂的发明——雀跃阵。给大家好好拆解一下这个阵法，因为这简直就是古代的反坦克战术。刘裕选了一个背靠黄河的河滩，摆出了一个半月形的阵势。他把2000名精锐步兵摆在阵中，最前面不是盾牌，而是特制的蒙着铁皮的大型战车。北魏的将领在岸边看着哈哈大笑，觉得刘裕是自寻死路，背水一战那是兵家大忌。于是几万名鲜卑铁骑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冲锋。可当他们冲到跟前时，却发现那些战车后面伸出了长达数丈的巨型弩箭。这种弩箭不是射人的，是直接用来贯穿马匹和重甲的。更绝的是，刘裕在阵中部署了大量的制矛手，他们手里的短矛在近距离内的穿透力，丝毫不亚于现代的穿甲弹。那一战，黄河岸边变成了绞肉机。北魏的铁骑一波接一波的撞在雀跃阵这块铁板上，除了留下满地的断肢残壁，竟然无法撼动半分。刘裕稳坐中军，那种冷酷到极致的指挥风格，让北府兵变成了一台精密的屠杀机器。这就是刘裕的魅力，他不仅能用蛮力砍死对手，他还能用智力顽残对手。他用步兵和战车的组合，正面硬刚，并摧毁了冷兵器时代的霸主重装骑兵。这一战之后，北方各国彻底吓破了胆，他们终于意识到，南方那个卖草鞋的男人真的拥有某种能够改天换地的魔力。随后，刘裕马不停蹄攻克洛阳，直取长安。当刘裕走进长安城，站在汉家先祖的宫殿废墟上时，那种跨越时空的宿命感达到了巅峰。100多年了，汉人的军队第一次在大规模正面战场上靠实力收复了两京。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这是对那个门阀时代最大的讽刺。那些自诩血统高贵的士族们，在长安丢失的100年里，除了哭天抹泪，就是互相倾轧。而刘裕这个被他们羞辱为妓奴的寒门子弟，用3年的时间走完了他们3代人都不敢想的复兴之路。请大家细品一下当时的社会心理。当收复两京的消息传回建康时，那些门阀大佬们的表情一定非常精彩。他们一方面得做出一副喜大普奔的样子，另一方面内心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因为他们知道刘裕带回来的不只是疆土，还有一种无法撼动的神格。这种功勋足以让他彻底无视任何家谱和礼法。如果你是当时的谢家或王家子弟，看着这个满身硝烟、带着一身北方血气的男人归来，你还敢跟他聊什么清谈吗？你还敢问他的爷爷是谁吗？不，你只会感到一种窒息般的压制，那是真正的皇者气场对腐朽阶级的天然降维。刘裕的北伐在史书里被称为气吞万里如虎，这不是夸张，这是实写。他那时候的势头，如果不是后方刘牧之暴毙导致政局不稳，如果他能再多驻守长安几年，或许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大分裂在刘裕手里就能提前终结。但历史没有如果，刘裕这种暴风雨式的进攻虽然收复了大量失地，但也透支了他的生命和南方的国力。不过对于刘裕个人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用北方胡人的累累白骨，给自己筑起了一座通往地位的祭坛。他回师建康的时候，已经不再是请求士族接纳的过客，而是主宰一切的神灵。在这场北伐神话中，刘裕彻底完成了寒门对门阀的逆袭。他用事实证明，在这个血腥的乱世，高贵的头颅并不比平民的头颅更硬。他在北方战场上展现出的那种大开大合、刚猛无敌的气象，彻底粉碎了东晋那种阴柔腐朽的政治审美。他让全天下看到，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会写几行漂亮字，不在于你能吃多少5担散，而在于你能不能带着兄弟们把失去的尊严一寸一寸的夺回来。这种精神的觉醒是比疆土收复更可怕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那个靠出身决定命运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的刘裕已经是真正的人间兵器，他的威望已经盖过了山峦，他的刀锋已经指向了最高处。他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他只需要轻轻一推，那座腐朽了100年的司马家大厦就会轰然倒塌。但他并不着急，他还要进行最后一场表演，一场关于龙椅与性命的最后博弈。他要用一种最极端、最不留情面的方式去终结那个已经毫无尊严的旧皇权。那么，这位气吞万里的虎将，在面对曾经主宰天下的皇帝时，又是如何展现他那冷酷到骨子里的杀伐手段的呢？刚才咱们聊到了刘裕在北方封神的战绩，他用几万胡人的脑袋给自己换来了一块踏脚石。你要知道，这时候的刘裕已经不再是那个在京口卖草鞋、被豪强刁魁绑在树上抽鞭子的妓奴了。他现在的头衔是宋公、相国、扬州牧，甚至被加了九锡。在那个时代的政治语境里，加九锡这3个字就是一张明目张胆的催命符，它意味着老子要当皇帝了，现在的皇帝你可以滚了。但刘裕接下来的操作却让整个门阀时代的所有士大夫都集体失声，因为他做了一件在那之前的100年里，哪怕是最嚣张的权臣都不敢公然去做的事情。他不仅要废帝，他还要杀帝。在东晋这100年的门阀游戏里，权臣换了一茬又一茬，从王敦到桓温，再到桓玄，大家都想做那把龙椅，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底线，那就是体面。你可以让皇帝禅位，你可以把他关进深宫，甚至可以让他活得像个叫花子，但你不能随随便便把一个身上流着司马家血脉的皇帝给杀了。因为在士族眼里，皇权虽然是个玩偶，但它代表了某种神圣的礼法秩序。杀了皇帝，就等于把这层最后遮羞布给撕烂了，大家就得赤裸裸的面对暴力的真相。但刘裕这个寒门出身的屠龙者，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这套温情脉脉的假象。在他看来，既然我已经用手里的刀收复了两京，既然我已经用命换来了这江山，那这张龙椅我做的，你司马家就得死个干净。公元418年，刘裕指使心腹王韶之潜入后宫，把那个已经当了20多年提线木偶的晋安帝司马德宗给勒死了。这一勒碎了士族们最后的幻想。当时的士族们还在讨论，说刘裕会不会像曹操那样，等死后再让儿子登基，给自己留个汉臣的名声。结果刘裕用一根白绫告诉他们，老子等不及，老子这一辈子受够了卑微，老子要亲眼看着这就秩序断气。杀了一个司马德宗还不够，刘裕又立了一个更听话的司马德文，也就是晋恭帝。但这个恭帝也没坐稳几天，刘裕就让人把禅位诏书写好了拍在桌子上。司马德文倒也识趣，二话没说就签了字。他以为自己像汉献帝那样，让了位就能去当个山阳公，安稳度过余生。可他太不了解刘裕了，更不了解那种从社会底层杀出来的，对阶级固化怀有深仇大恨的人。刘裕心里的那个妓奴是带着血海深仇长大的，在他眼里，只要司马家的火种还在，那些心怀鬼胎的世家大族就有可能借着皇权的名义卷土重来。于是在司马德文禅位后的第2年，刘裕派人送去了一坛毒酒。司马德文不肯喝，说佛经里讲自杀的人转世不能投胎成人。刘裕派去的杀手根本不跟他废话，直接用被子把他给闷死了。这是一种极具侮辱性的杀法，
甚至连一丁点作为前朝皇帝的尊严都没给他留下。在刘裕之前，禅位的皇帝大多能得个善终，因为权臣们需要这种政治默契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但刘裕这种暴力拆迁式的权力更迭，实际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老子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那些所谓的礼法、明教、神圣性，在老子这双杀过几万胡人的手里，统统都是狗屁。他不仅杀了司马德宗，杀了司马德文，甚至还大肆搜捕司马家族的近亲，斩草除根。这种近乎偏执的残忍，其实是刘裕内心极度不安的投射。他知道自己出身低微，他知道那些门阀士族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这个兵子，所以他必须用最极致的暴力去制造一种绝对的恐惧，让那些还想抱着旧梦不撒手的士族们明白，时代变了，现在掌握生杀大权的不再是那个讲究虚名的皇帝，而是我这个杀人不眨眼的草根战神。这种屠龙手段彻底震碎了健康城里那些名士们的三观。你想想，那些王谢家的子弟，平时聚在一起聊的是老庄，谈的是自然，讲的是仁义道德。当他们看到刘裕像杀猪宰羊一样处决皇帝时，那种生理上的不适感和心理上的恐惧感是交织在一起的。刘裕用这种方式强行把那些活在云端上的名士拽进了血淋淋的现实。他用司马家皇帝的鲜血给那个病态的门阀时代画上了一个血红色的句号。那一刻，所有的世家大族都看清了一件事，在刘裕面前，家谱救不了命，名声换不来生。这也正是刘裕这种寒门领袖的特殊逻辑。他不需要士族的拥护，他只需要士族的服从。他通过杀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直视的黑洞。他毁掉了司马家的神话，同时也给自己塑了一尊名为武力的魔神。这种做法虽然让他背负了千年的骂名，被后世史学家指责为乱臣贼子的典型，但从当时的角度看，这却是最高效的政治清洗。他用几条皇室的性命换取了整个南朝权力的彻底归一，换取了寒门阶级在朝堂上扬眉吐气的入场券。刘裕这种杀法，其实是在给后来所有的南朝皇帝打样。从此以后，南朝的权力更迭几乎都伴随着血腥的灭门和惨绝人寰的屠杀。刘裕亲手砸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了那种被压抑已久的底层的原始野性。他不仅是一个屠龙者，他还是一个秩序的粉碎者。他看着司马德文冰冷的尸体，心里想的可能不是什么帝王霸业，而是当年那个在京口街头被豪强随手一推就跌进泥坑里的自己。那种报复的快感，那种彻底掀翻棋盘的疯狂，支撑着他在那条血路上走到底。这时候的刘裕站在健康城的最高处，他已经年过50，鬓发苍苍。他看着脚下这座繁华又腐朽的城市，看着那些唯唯诺诺连大气都不敢喘低士族官员，他知道他终于赢了。他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也不再是任何人的棋子，他成了这个帝国唯一的主宰。但他同时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因为他杀掉了那个时代的信仰，杀掉了那个维持了100年的虚伪和平。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个完全被暴力逻辑统治的满目疮痍的新世界。当刘裕把司马家的旗帜踩在脚下的时候，他真的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希望吗？还是说，他只是用一种更剧烈的毒药去替代了那种慢性死亡的腐烂？这种屠龙者的终极手段，虽然让他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却也让他永远失去了成为一个治世明君的道德基础。他在血泊中建立的大宋，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一种宿命般的暴力气息。废帝、杀帝、灭门。刘裕用这3招，彻底终结了晋朝那长达150年的尴尬生存。
他把皇权这个原本神圣的名词，彻底变成了一个谁拳头大谁就能抢过来的战利品。这种认知的改变，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残酷的。那么，当这位浑身鲜血的屠龙者坐上龙椅之后，他又是如何对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门阀大家展开那场筹谋已久的阶级大清洗的呢？那些曾经连他站过的地方都要铲掉3寸土的顶级名士，在面对这位新登基的寒门皇帝时，又会表现出怎样一种丑态？刚才咱们聊到了刘裕那惊世骇俗的屠龙手段，他用最原始、最不讲理的暴力，把司马家的皇权神话给生生捏碎了。杀皇帝只是手段，真正的重头戏是刘裕坐稳龙椅之后，如何对那群延续了100年的人间寄生虫门阀士族展开一场史无前例的阶级大清洗。你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士族们并不觉得换个姓司马的还是姓刘的当皇帝有什么了大不起，他们觉得流水的皇帝，铁打的世家。他们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你刘裕打仗厉害，你杀人狠，但治国你还得靠我们吧？写公文你得用我们的词藻吧？收赋税你得靠我们的庄园吧？他们以为刘裕会像以往的篡位者一样，最后还得乖乖的向血统妥协，继续跟他们分赃。可他们这回真的看错人了，刘裕不仅要他们的权，他还要他们的命根子，也就是那套垄断了100年的资源分配体系。这场大清洗的第一步，刘裕没有动刀子，而是动了笔。他下令推行大规模的土断。你听这个词可能觉得生僻，但在当时，这简直就是对着士族的心口窝扎了一锥子。由于常年的战乱和迁徙，那些世家大族通过霸占土地、隐匿人口，在南方建立了一个个不受朝廷管辖的法外之地。他们把成千上万的农民圈在自己的庄园里，这些人不交税、不服役，只知道给主子干活，成了士族的私人财产。刘裕这招土断，就是要强行打破这种格局，把这些隐匿的人口和土地重新划归中央。这不仅是抢钱，这是在挖士族的墙角。那些平日里自诩高洁的名士们，看着自家的账本被一页页撕碎，看着那些唯唯诺诺的家奴被收编进国家的征兵名册，那种肉疼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但刘裕就坐镇在健康，手里握着还没干透血迹的北府兵军权，谁敢说一个不字？谁敢跳出来讲祖宗之法？刘裕的回答永远只有一句话：老子的刀就是祖宗之法。紧接着，刘裕开始在官僚体系里进行大换血。他太清楚那套九品中政治的毒害了，那种看脸看爹的选官逻辑，就是门阀能够长盛不衰的防火墙。刘裕虽然没有在名义上彻底废除九品中正，但他玩了一招更狠的借壳上市。他开始大规模的重用那些出身寒门，甚至跟他一样是兵子出身的实干派。在宋国的朝堂上，你会看到一个奇观，坐在核心决策位置上的，不再是那些满嘴玄言、走路都得人扶的王谢子弟，而是一群满脸横肉、手上有茧，甚至连字都认不全几个的草莽将领和底层文吏。刘裕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天下，从今往后，想当官，看的是你的本事，是你立下的战功，而不是你家坟头上冒的那点青烟。这种权力的向下延伸，让那些士族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他们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辞藻和风仪，在新政权的逻辑里，连一张擦汗的草纸都不值。这种清洗最让士族崩溃的是刘裕对社会地位的暴力重塑。以前士族与庶族，也就是寒门之间，那是云泥之别，士族不与庶族坐在一起，不与庶族通婚，甚至不拿正眼看庶族。刘裕登基后，偏偏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拉着那些寒门将领的手，
跟他们称兄道弟，甚至让他们担任原本只有顶级士族才能染指的高位。有一次，一个士族官员因为看不起一个立了战功的寒门子弟，言语中带了点讥讽。刘裕知道后，直接把那个士族官员贬到了边疆去喂马。这种信号非常明确，在老子的地盘上，谁敢再拿血统装逼，老子就让他变成一滩烂泥。在这种强力的行政干预下，门阀士族的傲慢被硬生生的压了下去。他们不得不低下那颗高贵的头颅，去讨好那些他们以前连看一眼都觉得脏了眼睛的下等人。这种心理上的摧残，其实比肉体上的杀戮更具杀伤力。更狠的是，刘裕开始对士族的经济特权下手。他废除了许多士族享有的免税特权，收回了被霸占的山泽盐铁之力。你要知道，魏晋名士之所以能天天清谈，到处旅游，不干活也能活得滋润，全靠这些垄断资源带来的巨额利润。刘裕把这些钱袋子一收，那些顶级豪门的日子一下子就紧巴巴了起来。你会看到，有些曾经挥金如土的大家族，为了维持最后一点体面，甚至得偷偷变卖家产。而刘裕则把这些收上来的钱全部投入到了军备和民生建设中。他这种务实到极点的风格，与东晋那种务虚到变态的社会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用这种方式，一点点地抽干了门阀制度赖以生存的养分。请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过程中的细节。刘裕的大清洗，并不是那种在大街上排队砍头的血洗，而是一种全方位、多维度的降维打击。他在制度上剥夺你的特权，在经济上切断你的财路，在政治上边缘化你的影响力，在心理上践踏你的自尊。这种全方位的围剿，让门阀士族就像被关进了一个不断缩小的铁笼子。他们想要反抗，却发现自己连提刀的力量都没有；他们想要谩骂，却发现自己的声音早已被寒门将领的欢呼声所淹没。这就是寒门复仇的最高境界。我不仅要赢了你，我还要让你看着你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在光天化日之下崩塌、腐烂，最后化作历史的尘土。当然，刘裕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士族阶层极深的怨恨。他们在背地里诅咒他，称他为刘季奴，笑他粗鄙无闻。但刘裕根本不在乎。他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名门之后在他面前战战兢兢的磕头，他心里那种复仇的快感可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那种从泥潭里爬出来的狼性，支撑着他在这种举世皆敌的环境下，依然坚定地推行他的政策。他不仅是在为自己报仇，他是在为那个被压抑了数百年的阶层开辟一条血路。他要把那种血统决定论的毒素，从华夏民族的骨髓里一点点给挤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刘裕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治理挑战。由于寒门将领大多素质不高，官僚机构的效率一度受到影响，甚至出现了新的贪腐。但刘裕对此的解决办法依然很简单，重点治国。他制定了严苛的法律，不管是士族还是寒门，只要触犯了底线，迎接你的就是冰冷的断头台。这种不讲情面、不看出身的法治思维，在那个讲究人情世故、讲究世家面子的魏晋社会，简直像是一阵清新的寒风。它虽然冷冽，却吹散了笼罩在江南上空100年的那种腐臭味。这场阶级大清洗，标志着中国历史从门阀政治向军功贵族和科举雏形的一次巨大跳跃。虽然刘裕死后，门阀制度在南朝依然有回光返照，但在刘裕这一通疯狂的拆迁之下，士族的根基已经彻底松动了。他们不再是那种可以随意左右国运的神，而变成了一群只能依附于皇权的装饰品。刘裕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
给那个病态的时代打造了一副沉重的棺材，然后亲手盖上了第一颗钉子。这种暴力式的阶级更迭，真的实现了公平吗？还是说，他只是制造了一群新的既得利益者？刘裕的大清洗虽然打破了旧的枷锁，但那种以暴制暴的逻辑，也给南朝未来的政治斗争埋下了暴力的伏笔。当那些寒门子弟坐上了原本属于士族的位置，他们表现出来的贪婪和疯狂，往往比那些老牌贵族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权力的诅咒似乎并不会因为出身的改变而消失。现在的刘裕已经是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主人，他完成了对皇权的屠龙，也完成了对门阀的清洗。他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但也就是在这一刻，这位从泥潭里杀出来的战神开始感受到了那种来自命运深处的倦怠和诅咒。他可以改变世界，但他能改变那刻在骨子里的宿命吗？他亲手开启了门阀的末日，但他能不能为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不再疯狂的未来？咱们刚才聊了刘裕如何像一台重型坦克一样，把百年门阀的根基碾得粉碎。那场大清洗确实让人看得血脉奋张，觉得寒门终于熬出了头，觉得这天下总算换了人间。得在这儿给你泼盆冷水。你要知道，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他从来不会因为你是个草根英雄就对你网开一面。刘裕这个男人，他用暴力拆解了旧世界，但他却悲哀地发现，自己竟然无法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不再依赖暴力的逻辑。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深度拆解的第9部分：刘裕的局限与那如同诅咒般的宿命。你看着坐在龙椅上的刘裕，他已经是95之尊，他已经把那些傲慢的士族踩在了脚下。但你仔细看他的眼神，里面没有胜利者的喜悦，全是那种看穿了轮回的疲惫。刘裕最大的局限，其实就藏在他那引以为傲的寒门血性里。他这一辈子都在靠拳头说话，靠北府兵的刀锋去开路。这种逻辑在打天下的时候无往而不利，但在做天下的时候却成了一把双刃剑。他因为不相信士族，所以只能重用那些跟自己一样出身底层的勋贵。可这些勋贵们打仗是一把好手，治国却是一本烂账。当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表现出来的贪婪、野蛮和对规则的践踏，比起那些优柔寡断的名士来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刘裕想要用寒门去取代门阀，结果却发现自己只是制造了一群更加粗鄙、更加不受约束的新权贵。这种局限性，在刘裕晚年处理继承人问题时，爆发成了最致命的毒药。他太迷信暴力了，他觉得只要自己足够狠，只要把所有的威胁都铲除干净，他的子孙就能坐稳江山。可他忘了，他刘裕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狼王，他的子孙却是在深宫里长大的羔羊。他杀光了司马家的血脉，杀绝了那些有威胁的士族，结果导致了皇权的极度孤立。当他撒手人寰的时候，他留给后代的是一个完全没有缓冲地带的政治环境。要么你比你爹更狠，能镇住那群如狼似虎的寒门将领，要么你就会被这股你爹亲手释放出来的原始暴力给撕得粉碎。刘裕这一辈子都在和阶级枷锁抗争，但他最后却亲手给自己的家族打造了一个更恐怖的暴力牢笼。咱们再往深了说，刘裕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北伐神话，其实也藏着他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很多人都在可惜，说如果刘裕不在关中刘牧之死后急着回师，中国是不是就能提前统一了？告诉你，这事儿悬。因为刘裕的政权本质上是一个军事强人政权，它的合法性来源不是文官团体的认同，也不是什么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是不断的胜利。一旦胜利停下了，一旦他离开了那支能征善战的北府兵核心圈，他的权力基石就会动摇。
他急着回师，是因为他心里清楚，南方的那些士族虽然表面服帖，但骨子里都在等他死，等他出错。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这位战神无法像汉高祖或者光武帝那样，真正建立起一套持久的文武制衡的治理体系。他的一生始终是在跟时间赛跑，是在跟那个时刻准备反扑的旧时代博弈。更让人唏嘘的是刘裕对文化的这种复杂心态。他看不起士族的清谈，觉得那是误国误民的垃圾，但他又极度渴望得到那套文化体系的承认。他在晚年也开始附庸风雅，也开始让子孙读书。这种矛盾说明，哪怕是像他这样能杀穿整个中原的猛人，在内心深处依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对出身和教养的潜意识崇拜。他虽然毁了士族的肉体，却没能建立起一套属于寒门的独立的价值观。这就导致了南朝后来的一个怪圈：寒门将领通过杀戮上位，上位之后又拼命想把自己打造成新低士族，结果变得比旧士族更腐朽、更无能。这种阶级的循环跳跃，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鬼打墙。刘裕是第一个撞墙的人，也是伤得最重的人。请大家看看公元422年的那个夏天，刘裕躺在病榻上，他看着窗外的斜阳。这时候的他大概会想起那个叫季奴的少年，在京口街头为了几个铜板跟人拼命的样子。他赢了天下，却输给了时间。他那种以暴制暴的治理模式，虽然在短期内清理了社会毒素，但也让整个南朝进入了一个互害模式。当他闭上眼的那一刻，他亲手开启的大宋王朝已经隐约透出了那种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暴力过于泛滥而导致的崩塌前兆。他留给儿子的不是一个稳固的帝国，而是一把沾满了鲜血却随时可能反噬主人的魔剑。这种宿命感最悲凉的地方在于，刘裕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寒门子弟所能做到的极限。他不是不想做得更好，而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空间太小了。几百年的门阀积弊，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吸干了所有的政治灵感。刘裕用自己的生命去冲撞这个黑洞，虽然撞出了一道口子，却也被这黑洞的力量给彻底吞噬了。他的局限性，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局限性。在一个没有健全法治和契约精神的社会里，除了暴力，你确实找不到第二种能让那些傲慢的士族低头的工具。这种悲剧不是刘裕一个人的，是整个那个疯狂时代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刘裕多活20年，他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很难，因为他那种妓奴的底色，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破坏者，而很难成为一个建设者。他的一生都在破坏旧规则，但他手里没有新规则的图纸。他把那座名为门阀的大厦给炸了，却只能在废墟上搭起一个临时的军营。这就是刘裕的宿命，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却没能成为新时代的接引人。他用一辈子的砍杀，换来了一个让后世既敬畏又胆寒的名字，也换来了一个注定要在血雨腥风中摇摇欲坠的王朝。在这里想问问大家，当你看到这样一个英雄迟暮，却发现自己亲手种下的种子结出了毒果时，你还会觉得那种跨越阶级的逆袭是完美的吗？刘裕的这一生究竟是寒门的胜利，还是暴力逻辑的终极破产？这个男人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用尽全力推了一把，结果却发现自己推开的不是天堂的大门，而是另一重地狱的入口。这种深不见底的宿命感，才是魏晋南北朝最迷人也最让人绝望的底色。现在的刘裕已经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把江山交给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把权力交给了一群各怀鬼胎的将领。他以为自己安排好了一切，却不知道就在他断气的那一刻，那个被他强行压制住的充满了报复欲和贪欲的恶魔
已经悄然脱困。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聊的最后一个部分，也是这个系列的大结局，以及那个关于暴力、权力和公平的永恒命题。咱们去看看那个卖草鞋的妓奴到底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刚才咱们聊到了刘裕临终前那种深不见底的宿命感，他杀穿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推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现在咱们得坐下来，隔着1600年的时光，好好复盘一下这个卖草鞋起家的男人到底给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这就是咱们整个系列的终章，也是那个终极命题：暴力真的能带来公平吗？你看，刘裕这一辈子其实就是一场极致的不计后果的对赌。他赌的是手里的刀比世家的家谱快，他赌的是寒门的怒火能烧穿门阀的清谈。从结果上看，他赢了，他成了南朝第一帝，他把那些高不可攀的王谢子弟变成了他案板上的肉。但想请大家往深了看，这种靠暴力强行砸开的阶级枷锁，它的代价到底是什么？你要明白，在魏晋那种烂透了的根基上，刘裕这种暴力拆迁其实是一种不得不为的毒药。门阀制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肿瘤，已经吸干了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滴血。如果刘裕不出来掀桌子，如果他不杀皇帝，不屠士族，南朝可能就在那种慢性腐烂中被北方吞噬了。刘裕的出现确实给将死的阶级流动打了一剂强心针，但他这种方式本质上是在用一种新的不公去取代旧的不公。当那些原本在泥潭里挣扎的寒门将领提着血淋淋的刀坐上高位时，他们并没有带来更先进的文明，反而带入了一种更野蛮的只看拳头不看德性的丛林法则。这就是暴力的副作用，它能摧毁一切腐朽，却很难孕育出半点温情和规则。刘裕死后，南朝陷入了那种近乎疯狂的父子相残、兄弟互戮的怪圈，其实种子就在刘裕登基的那天已经种下了。刘裕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证明了底层的力量可以重塑乾坤，而他最悲剧的地方在于他没能把这种力量转化为一种持久的可以被所有人认同的制度。他太快了，他跑得太快了，快到灵魂都跟不上身体。他以为只要杀光了旧制度的守护者，新秩序就会自然生长。但他忘了，秩序是需要共识的，而暴力只能制造服从，不能制造共识。当他在健康城里展开阶级大清洗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把整个社会的信用彻底透支了。从此以后，南朝的人们不再相信所谓的信义，不再相信所谓的礼法，大家只相信一件事：谁手里有兵，谁就是大爷。这种认知的崩塌，对一个民族来说，是比外敌入侵更可怕的灾难。咱们回过头来看看刘裕留下的遗产，他收复了清、齐、淮、泗，甚至是洛阳和长安，虽然很快又丢了，但他给南朝续了命。他推行的土断虽然让士族肉疼，但也确实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给平民留了一丁点喘息的空间。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那种上品无寒门的血统神话。从此以后，寒门子弟知道自己也能当将军、当宰相，甚至当皇帝。这种精神上的松绑，虽然带着血腥味，却是华夏文明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求生本能。刘裕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外科医生，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用一把生锈的砍刀，硬生生地割掉了那个名为门阀的坏疽。虽然过程血肉模糊，虽然留下了巨大的伤疤，但他至少让病人活了下来。如果刘裕生在汉初或者是唐初，他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韩信或者是李靖？可惜他生在了最黑暗、最扭曲的魏晋南北朝，他的一生都在这种扭曲中寻找出路，最后他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扭曲的巨人。他那种妓奴的自卑与自傲，
那种对权力的极度渴望与极度不安，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是一个用暴力去追求公平的孤独者，一个在死人堆里寻找救赎的赌徒。他让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失去了正常向上流动的渠道，暴力就成了唯一的语言。这种教训，直到今天，依然像针尖一样扎在历史的脉络里，提醒着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不要让阶级成为绝望的理由，因为绝望的人手里，迟早会握起刘裕那样的砍刀。现在的刘裕已经在史书里变成了一个符号，有人崇拜他的武功，说他是气吞万里如虎的真英雄；有人唾弃他的残忍，说他是开创了杀地先河的乱臣贼子。他就是一个被时代逼疯了的普通人，一个靠着原始本能冲破牢笼的妓奴。他的一生证明了，没有什么是不可打破的，包括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血统和阶级。但他也用自己的晚年凄凉和子孙惨死，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冷酷的真理：暴力可以赢得战争，但它赢不了人心，更赢不了未来。如果你试图通过践踏生命去换取公平，那你最后得到的往往是一个更加荒凉的荒野。刘裕的大宋王朝在南朝4代里维持的时间虽然不算长，但他开创的那种寒门掌权的格局，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齐、梁、陈，甚至间接影响了隋唐的科举制。他在废墟上建起的那座不稳固的建筑，最终成了后来盛世的垫脚石。这就是历史的奇妙之处，最野蛮的破坏者，往往在不经意间成了最深远的变革者。刘裕那双卖草鞋的手，虽然沾满了鲜血，但也确实摸到了文明转型的命脉。想请大家闭上眼，去想象那个画面，在公元422年的那个夜晚，刘裕躺在病榻上，他听到的不再是战鼓声，也不再是名士的哀求声，他听到的可能是很多年前，在京口那个湿冷的早晨，母亲叫他妓奴的声音。那一刻，他是不是会后悔，为了这把满是鲜血的龙椅，放弃了那个虽然贫穷却还有温度的人生？刘裕这一辈子，到底是寒门的荣光，还是暴力的牺牲品？评论区告诉我，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做那个卖一辈子草鞋的平安妓奴，还是要做那个杀穿天下却只能在恐惧中老去的南朝战神？走过这段最疯狂、最扭曲也最热血的门阀末日史，刘裕的故事讲完了，但关于阶级、关于权力和关于人性的博弈却从未停止。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寻找出路的妓奴，也可能是一个自诩高贵的名士。看清了刘裕，你也就看清了这个世界的底色。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讲的还有那么点意思，别忘了点赞、订阅加转发。所有的历史由我为你讲述。咱们下一个系列再见。